东莞和天竺的帮派决斗就在今晚，天竺所有成员都全部集合，严阵以待。英佐纳甚至还带来了其他不良少年帮派首领来当嘉宾。看这些首领们的惨状，就知道英佐纳里吃了不少苦。但是等到10点，东莞都没来。赫蝶觉得他们应该是不会来了，毕竟现在的东莞可以说是4分5裂。各藩队的队长不是身受重伤就是叛变，也就剩下一个血厚的吴小道。东莞已经彻底完蛋，他们 S62 饥饿时代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。英佐纳说了声好，然后与赫蝶擦肩而过。赫蝶并不是 S62 时代的，不过他和英佐纳是从小就认识，两人还约定过以后不会再输了，所以哪怕违背了自己的良心，赫蝶也会继续跟随英佐纳。英佐纳要统一东京不良少年，进而控制整个日本的地下社会。当然，唯一能坐上首领位置的不是他，而是 Maki， 他要让 Maki 受苦受难。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东莞不会来的时候，西校嘘了一声，随后众人就看见武道领着浩浩荡荡的东莞大军而来。虽然领头的几位都伤痕累累，可他们的决心和信念没有丝毫动摇。双方对峙，战斗一触即发。西校就不打算下来参战，毕竟他最喜欢的还是隔岸观火。不过就算来了，东莞也不可能打得过天竺。光看这个人数差距就知道了。英佐纳那边也不想以多欺少，提议干脆来一场魁战。魁战是 S62 时代流行的仪式，先单挑再全面对决，能够影响队伍双方的士气。天竺这边班木帅先走了出来，看到对面连个像样的成员都没有来，哎呀，看来你们东莞已经溃不成军了。脾气最坏的安贵人和八戒气得当场就要出去迎战，就被武道阻止。今天这场说是没得他来打头阵吧，打这么打，影响士气单挑那是挨打吗？于是阿佩直接越过他走了出去。双方互往狠话之后，阿佩直接一拳把班木打飞出去，把正在欢呼的天竺成员给整不会了，气氛瞬间安静了下来。阿佩还在那里嚷嚷着给我说日语啊混蛋，果然笨蛋打起架来就是厉害。这下天竺的小喽啰开始心生退意了，说好的把东莞的主要成员击垮就没事了，怎么随便一人出来一拳就能放倒他们的4天王啊？魁战与东莞的压倒性胜利结束，但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重头戏。全面战争的狼烟已经燃起，武道一声我们上吧，所有成员全都一拥而上。结果武道自己跟敌人撞了一下头就痛得不行，其他人基本都是1对1，只有阿佩猛的不行，抓住2个人的头发，把人当成武器直接横扫一大片。武道光顾着看别人，身后有一个敌人冲过来想偷袭他都没发现，还好八戒及时赶到把他打退。其他人纷纷让武道别冲那么前，毕竟他可是代理总长，要是他被打倒，那他们东莞岂不是完了？但武道的好兄弟们很懂他，知道这种情况他肯定不愿意躲在后面，所以就由他们来为他开路。双方人数差距太过悬殊，想将敌人全部打倒根本不可能，所以武道牵东直直奔向西校。直到现在，武道的坚信西校一定能穿越过时空，以至于不管他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未来，他一定要亲手打倒西校。东莞除了麦克以外，谁打架最厉害？其他人不知道，阿佩绝对是当前最猛的一个，甚至眼睛都打红了。班木到现在还躺在地上不省人事，英佐纳就在失望之际，才是的头评价跟2年前相比没有丝毫改变，继承了他的位子，结果马上就输给了麦克，导致黑龙也被摧毁。那时英佐纳以为是麦克太强，原来是班木太弱呀。这样下去，他们天竺的士气会越来越低落的。于是英佐纳准备亲自出手，走向了阿佩。阿佩周围的天竺成员都打算去别的小战场了，英佐纳嫌他们丢人，笑着邀请阿佩成为自己的对手。阿佩看到他后，直接就冲了过来，结果还没到英佐纳面前，就被一脚踢飞出去。阿佩彻底不省人事，东莞的气势瞬间被压制住。没错，这就是英佐纳的实力。而接下来就跟他们饥饿世子的干部们登场了。阿炳走到武道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就你小子居然好意思说自己是代理总长啊！不过武道的好兄弟也不甘示弱，围在他身边，结果反而是千冬冲出来，飞踢一脚将阿炳踹翻。他也居高临下的望着阿炳，你的对手是我才对。旁边灰谷兄弟的分别走向了安贵和八戒这2个弟弟。阿钱正在与武藤对峙，他要打倒他，把可可夺回来。话音刚落，可可就一拳砸在他脸上。拦在武道面前的却是他曾经的好友鹤蝶。武道问鹤蝶是不是早知道艾玛会死，即便鹤蝶回答是，他愿意相信鹤蝶是好人，毕竟他曾经提醒过自己东莞里有叛徒，但内心可能是想阻止英佐纳的。鹤蝶就不想跟他多说，直接开打吧。武道眼神坚定地说出了自己过来的目的，其中自然也包括把可可带回去。然而事实上，可可是自愿加入天竺的。阿谦不解地看着可可，可可却伸手邀请他一起加入，还说他准备好了位置，一来就能当干部。这句话彻底伤了他的心。阿谦质问可可还要对赤音念念不忘到什么时候？可可气急败坏的掐着他的脖子把人举起来。曾经的好兄弟互相用最伤人的话刺激着对方。阿钱希望可可接受现实，睁眼看看吧，我不是赤音，我是青宗。在阿钱任黑龙总长的时候，曾经来图书馆找过一次可可。可可身边放着的全是教人如何赚钱的书，甚至不抬头看阿钱一眼。阿钱只是想提醒可可偶尔要回一次家，毕竟他们是不一样的。可可还是一声不吭，将手投入书款后，他要去书架那拿着新的，一扭头发现阿钱坐在窗户上睡着了，微风拂动了窗帘和阿钱的头发，他看起来那么的恬静美好。于是可可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，他吻了上去，吻完之后自己就哭了，嘴里喊着的也是另一个名字，阿钱的亲姐姐赤音。
阿谦和可可从小一起长大，阿谦有一个比他大5岁的姐姐，非常的温柔可爱，每次见面都能撩动可可的心弦。有一次，他邀请可可一起去图书馆看书，自己却睡了过去。看着赤英红润的嘴唇，可可情不自禁想要吻上去，头吻心上人，结果对方突然睁眼，还有比这更尴尬的吗？有，那就是心上人说不行。赤英告诉可可只能跟喜欢的人接吻，可可便干脆鼓起勇气跟他告白，年龄根本不是问题，反正等他们都长大就体现不出来了。赤英只是笑笑不说话。晚上可可先把赤英送回了家，分别之前再次告白，说会一辈子都喜欢他，长大以后也想和他结婚。赤英就被这样的赤子之心打动，笑着说那我等你长大。可可收到了回应，美滋滋跑到公园沾沾自喜，意识到很晚之后才赶紧回去。去的路上被人提醒那边有家房子好像着火了，可可回头一看，那正是赤英家的方向。他放心不下回去看，发现竟然真的是赤英家。消防车还没到，赤英的父母也还没回来，可可毫不犹豫地扔下书包，裹住湿衣服冲进了火海。片刻之后背出来一个人，结果把他人放下来后，发现那是阿钱，不是赤英。等可可想再冲进去的时候，就被消防员拦住了。最后赤英因为解救不及时，虽然勉强保住了性命，却全身大幅度烧伤，需要4000万才能治好。这笔钱他们的父母根本拿不出来，可可才答应过赤英要守护他一辈子，所以他开始拼命思考该如何赚钱。小孩子想来钱快，只能做违法的勾当。一开始他教唆不良少年去偷窃和勒索，不到1个月，组织就颇具规模了，但拿到的钱还是远远不够4000万。可可使用筹到的那些钱伪造卡片，光顾夜店的贵宾室，接近有钱人，开始为有钱人提供犯罪服务。反正他们都是未成年，被抓到没太大事儿。可就在可可逐渐看到希望的时候，阿钱打来电话说赤英没撑下去，可可的支柱瞬间击垮了。此时看到阿钱那张和赤英几乎一模一样的脸，他又爱又恨，对着阿钱拳打脚踢。他知道英佐纳那些帮派首领接近自己都是为了钱，觉得阿钱和他们是一样的，是为了重建黑龙才接近他。阿钱听到他这么说，心都碎了，冲可可怒吼：“赤英姐已经死了！”可可就摸着他的脸喃喃自语：“如果赤英姐看到现在的我，也会用同样的表情斥责我吗？”当初可可去干了赤英的遗体，他无比的后悔自责。为什么他没有钱？如果他有更多的钱，但现在他已经无法回头了。一旁的武藤知道可可阿钱这架势打不下去了，所以接下来由他来当阿钱的对手。与此同时，武道正在被鹤蝶吊打。明知道对手是武道，还让鹤蝶让开，说他的对手是西晓。可鹤蝶和西晓是同为天竺的，想也知道不可能给他让路啊。武藤轻轻松松打倒了阿钱，钱东也不是阿炳的对手。八戒和安格瑞面对灰谷兄弟看起来也很危险，这对兄弟是真正的狠人。当初挑战东京最大帮派600目的狂击，将其中一个首领打到致死，这就是极恶世家的实力。所以英佐纳没有丝毫担忧，反正他们天主一定会在这场斗争中胜出。说话间，灰谷龙丹已经朝安格瑞冲了过去，好在八戒及时出手反杀对方，结果灰谷又紧随其后将安格瑞击倒。八戒被分神，龙丹立刻抓住机会死死夹着他的腿，痛得八戒发出嚎叫。两人基本上是被吊打，毕竟他俩都是弟弟，而跟人家真正兄弟相比毫无默契可言。而且他俩还互相埋怨对方看不懂自己的暗示，不出意外又被打倒了，还被嘲笑这回躲在哥哥的影子里，这反倒激起了他们俩的好胜心。这就让你们看看我们老妖同盟的志气。